谢谢。那谢谢大家的参与哈，我是 Alex。那我们是博士通资讯啊。那今天很荣幸在帮贵校再开一次会哈，开一次这个教育训练。那我们公司是帮贵校做 Moodle 服务的。那 Moodle 从这个去年升级以后，使用非常的这个频繁所以很多提出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在针对这些问题尤其是在分组以及缴交作业还有一些界面我们今天的重点会是在基本的这些操作再做一次的说明。好，那我们今天参与的有两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这个同事，一个是 Roger 负责我们的操作就是展示操作，我讲解完以后会有展示操作。那另外一个是 Mona 呢会帮我们收集大家在即时资讯 QA 里面提问所以今天的这个操作呢，大概就是透过我呢的 PPT 讲解跟说明 Roger 的操作然后中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请各位老师助教在即时讯息那边打字提问。那最后呢，我们会进行同问同答。好，那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开始。好，今天的 agenda 大概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会有这个12个基本上常用的基本操作从这个操作教材的上传最重要的，然后有人提问的，怎么样做分组之后呢，来做作业的活动或是讨论。那作业呢要怎么样上传，怎么样批改以及要怎么样评估学生是否有学到东西的测验，以及怎么样启动完成度追踪。如果老师的教材有启用这个完成度追踪，那它就可以在成绩表当中、学习进度表当中显示。好，那如果有进行基本的教学设计，就是说前面的作业或是课程没看完，或是测验没通过，你不能看下一个单元这样的限制存取。好，所以还有这个老师希望知道怎么样去新增助教来帮忙做一些回答讨论或是批改作业的工作最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老师要怎么样管理成绩那学习结束之后或者是新的学期开始，我怎么样从上学期的课程汇之前的课程汇进来汇到新的学期大概今天的重点会是讲这些。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那我们中间就不休息，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有1个半小时，但中间下面我讲完之后呢，我们电案中心资讯处的这个燕如会来分享一下贵校自己建制的 AI 小帮手所以我们前面大概会花1个小时或是70分钟左右来做这个简报。好，那后面会交给燕如去说明贵校自己建制的 AI。好，下一张投影片，谢谢。好，那我们看一下平台怎样使用好，下一张。好，所以这个你们贵校一登录的首页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 Home 那就是点了 Home 之后呢的右手边就会有一个这个大的符号隐藏，那你要把它点开，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看到这个贵校有一些基本的操作手册跟教学影片那当然，如果你要看常问的，之前别人问的，这也可以点这个 QA。好，那现在呢，贵校更先进了电算中心自己建制了 AI 如果你觉得找这边很麻烦这个有时候会找不到那你就可以，我们后半段燕如就会分享各位老师助教怎么样去问那个 AI 很快速的去找到别人可能有问过，或是
我们的手册教学影片里面有制作的，你就可以来这里很快速的去找到答案。好，这个是第一个，在这里简单的说明。好，下一张。好，那这个是教材库，例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老师觉得这个要上传的，因为有限制嘛，因为全校那么多老师空间资源有限嘛，所以目前是限制50 mega 如果老师觉得要增大，就可以在 QA 这边有找到你可能要去电算中心申请，要填这些东西交给电算中心，就会有人来帮你协助做扩增。好，那目前应该是1轮的样子好，那接下来如果你都申请好了，你可以开始上传了，没问题的。一开学，学校也帮你的课程建好了，那老师就可以登录了。登录之后呢，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上传您的教材。好，那我们看教材上的有几个方式。好，下一张。第一个很简单，就你的档案总管打开当然你要编辑课程，第一个要先启动编辑模式了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通常老师登录看的是阅览模式，一般阅读模式。如果你要放教材，你要启动编辑模式，不然你看不到接下来要讲的这些画面所以你启动编辑模式，然后打开你的档案总管，看你要上传的档案在哪里，把它按住左键拉进来，拉到 Moodle 正中间的单元区，然后它就会弹出一个你新拉进来的这个连接。好，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把 PDF 拉进来。那我们建议尽量不要传 Word、PowerPoint 那些，因为什么呢？因为 Word、PowerPoint 需要那一个阅读的那一个学生，他必须要安装Office PowerPoint、Word 才能观看如果你传的是 PDF 那就简单了，因为一般的浏览器，那个学生去看 Moodle 的时候，浏览器就可以看了，它有 PDF Reader，OK，所以有内嵌的，所以它不用另外安装。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各位老师，您上传的最好就是 PDF，OK，好，下一张。好，做这个教材这个传完之后呢，接下来你可能他看完了，你可能要给他一些活动，可能要给他作业那作业呢，你可以这个叫他上传一些档案这些档案呢，你要上面做批改标注。好，变更，因为我现在突然弹出一个我先处理一下。他在做口译这一次 Teams， 你像这个贵校这个有新的功能可以做直接口译那他刚开始侦测是英文，现在改成繁体中文好，不好意思被打断了。好，我们继续。新增作业呢可以上传档案给学生，指定说他要上传档案。上传完档案之后，老师要在上面做批阅、批注，要怎么做？或是你只是简单的一些作业的问答，你要很快速的全部的同学一次批改，这怎么做？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下一张投影片。好，新增作业第一个呢，启动编辑模式之后，在单元的正中间就会看到这个加号，这个加号，然后呢，你就点击作业 ，OK， 好，点击作业之后呢，下一张它就会弹出要你填写这个作业名称是什么，你的说明是什么 ，OK， 做完之后按返回，你的正中间，你的课程单元正中间就会出现一个作业。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好，刚才 Roger 讲了2个，好 ，Roger 切换到我们的浏览器，我们来示范一下这2个怎么做。第一个是教材上传，首先要启动编辑模式，启动编辑模式。好，启动编辑模式之后呢，好，接下来假设我们要上传一个 PDF， 我们档案总管打开，好，
把它拉进来，好，放掉，哦，这样它就进来了。哦，学生呢就可以去点它。哦，如果你要预览看看，你可以切换到学生身份，去预览它。以防万一他看不到，或是说他说老师我怎么看不到之类的。你可以转成学生收音机观看。好，接下来你要新增作业。你要新增作业。你已经教材都传完了。好，我现在新增作业，进入启动编辑模式之后，按正中间新增活动与资源。那这里呢会出现两大类活动，就是跟学生有互动的。第二个呢叫资源，资源就静态的，所以刚才传的 PDF 就是静态的，就是资源。那现在要做的作业就是活动，就是跟学生要有互动。学生要上传东西，然后你要批改，你要给他回馈，然后你要给他成绩，学生呢会收到通知你改好了，你成绩几分。这样的叫做活动，跟学生跟教材有互动性，学生跟老师有互动性，学生跟学生之间有互动性，这个叫活动。好，那其中呢，活动里面有一个叫作业，点击下去，好，然后你就开始可以填写。好，这个作业名称叫什么？然后呢，说明我们 Roger 做了一些小抄。先把它这个做好了，先复制贴上。这样比较能够节省今天上课的节奏了那事先做好功课，做好了很好的准备，为了贵校这个教育训练，我们都做了很好的准备。好，假设他的作业说明他需要缴交一些什么档案啦，或是怎么样做一些评论心得啦之类的，那就看老师要怎么写。好，那他希望什么时间可以开始教什么时候一定要教那这个学生可以交几个档案那诸如此类的这些那等一下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完成度追踪就是说他作业做完了没有？做完了，下一个才能做那叫限制存取这里都有这里都有。那等一下我们会讲那现在我们先暂时先做好这个作业。好，按储存。好 ，OK。好，做完之后这样子就学生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的作业，那学生呢就可以去缴交。那有人缴交了呢，老师就会收到通知说有人交了老师就可以去改。去改的时候呢，可以去上面标注也可以说一次全部一起去这里老师会看得到缴交作业然后就点击，他就可以去批改。那我们要切换一下 Roger 要先去交一个作业这个是用学生身份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角色刚才是老师去新增作业，那现在呢是学生要去缴交作业。好，交完以后储存那老师就会收到通知那老师呢收到通知就可以去批改就可以去批改有一个学生交了他就可以去批改。好，好，点击这样子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一个你会看到呢，你现在点的这个学生，这个学生是谁？在正中间，示范学生一一个一个改的如果你要改下一个，那你就按右上角，你要变更谁因为目前才一个人教有两个是吧？没有啦，没有这示范学生二好像没有教。我们先看一个这一个，那你要批注在上面这些你就可以去打字啦、画圈圈啦因为它会自动把你学生交的作业转成 PDF，然后呢，老师就可以在上面做批注做批注。批注之后呢，右手边就可以给他打成绩，甚至给他回馈打成绩
跟回馈。好，这一个是很清楚、很仔细，一个一个去批阅并给予回馈啊，是这样子做啊。如果你是班上很多人，而且那个作业是很简单的，你想要一次批改也可以。好，等一下我们会示范。好，那我们先切回来我们的 PPT。好，这个是新增作业啊，新增作业做完了以后，这个学生就可以去缴交。好，下一张。好，批改就是刚才讲的，老师收到通知之后，已经有人交咯，那你就要去点它。点什么呢？点那一个人，你要一个一个改的那个人那一列。那一列有一个点点点，就是你可以去点击成绩栏，成绩栏下面的点点点。所以有2个坐标轴要抓住。第一个你要改哪一个学生？叫 CGTRS student， 对不对？这一列。好，那你要改成绩，所以你要看成绩纵列那一栏。好，所以这个坐标轴确定了，你就再点击那个点点点，点下去。OK， 好，下一张。好，点成绩，点成绩以后就刚才出现刚才那个画面，你就可以去做批阅，打成绩，给回馈，然后你就按储存。储存之后，它就会变更下一个，下一个，或是你自己去切换下一个，都可以。这个是有在应龙教职中心有提出有助教有老师要我们特别去说明这个作业，怎么样新增，怎么样批改。好，那下一张我们看，如果你要快速批改，就是老师收到这个作业通知了，那这个作业的状态，进去之后，缴交状况进去看之后，右上角有一个快速评分，你跟他打勾，打勾之后，刚才出现的那些学生有缴作业的学生的成绩栏，直接就可以跳出这些可以打分数的，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点那个点点点，你就可以快速的帮这个目前画面看到这个3个学生打成绩。那回馈就在右手边，右手边的那一栏，你就直接在这边打成绩跟回馈栏，因为你也不用做批阅，你也不用再看他的东西了，你大概就知道他有交，他回答了什么。这个叫快速评分。这个也是上次也有老师跟助教提问，那今天呢特别再说明一次。好，下一张。好，那作业这个新增批改完了以后，教材也看完了，接下来你要考它做 assessment，这个叫教学设计，教学设计就是你上传教材了，上传影片了，静态的，你也上传了作业了，讨论区互动的，但是学生学会了没有？所以你要加入测验 assessment， 你要去评估学生。好，所以我们测验呢就是怎么样新增那注意新增只是新增测验卷，新增测验卷之后，这个测验卷有哪些题目？好，所以你要新增题目。那题目呢又可以汇入的，或是你有一个题库中间抽题，或者你用手动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打。有3种模式你可以一个一个打，你可以从 Excel、CSV 整批汇入，你可以这个从题库你事先已经从哪边汇入题库了去那边去挑所以测验卷建完了，测验卷里面的题目也建好了，你就可以去考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测验要怎么交。第一步一样，启动编辑模式，按新增活动与资源。那活动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叫测验卷。好，点击测验卷，进入下一张投影片，它就会出现你要打测验卷名称，你要设定测验的时间，什么时候开始考。
啊，那考到什么时候啊？然后这中间啊，从启用到结束这中间，你可以花多少时间啊？你一定要完成这个测验，这些都可以设啊。好，设完了你就按储存。啊，这样子只是设完一个测验件的名称跟考试时间。啊，接下来你就是要加题目。好，下一张投影片。好，就是我刚才讲的测验件讲完了，那你就要点进去那个测验，然后呢，这个测验可能叫平时小考，点进去，好，然后空的，这个测验件是空的，什么题目都没有，好，我就要新增。新增之后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要怎么增？你要一题一题打，还是你要从哪边题库抽？抽是怎么抽？是随机，还是根据哪个类别抽几题，哪个类别抽几题都可以，Moodle 都可以做得到。好，如果你是要一个一个手动打，那你就会勾选这些选项，你的题型在右手边，你是要哪一种题型？那 Moodle 支援那么多那么多的题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是弄一个简单的选择题示范。好，那题目打完以后就按新增下一章，那你就开始打。好，这一题选择题题目是什么？哦，答案有哪一些？哪一个才是标准答案？如果那个答案答对了，是单选还是复选？那个答案答对了，你就得几分？如果只是单选，那就那一题答到那一题，那就是100%。这个叫单选题。好，设完了以后就按储存，这样就可以考了。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好，示范一下，示范一下哦。我们切换到这个 Moodle 的界面，首先老师的账号登录，或是这个助教登录，一定要有权限的人登录才可以新增活动与资源。好，在正中间启动编辑模式，正中间就要看到加号，点击加号之后呢，新增活动与资源，接下来选择活动里面的测验卷。OK，测验卷以后就开始打测验卷的题目跟这个答案。没有，还没有到答案这个只是题目测验卷而已。说明。好，时间什么时候开始？那上次呢有老师在问说这个时间如果你设到当下马上那学生就收到一大堆通知说你有考试要考咯，就会造成困扰所以要注意一下老师那个时间启用的时间你是预计下礼拜还是明天还是什么时候尽量避免就当下。那当下马上的是马上要测验的，他就会马上收到通知。OK，这个只是提醒，设定时间总共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总共可以考多久？那它允许重复答吗？还是只能答一次？好，同样的，这一个也可以设定完成度追踪，就是说他考试考完了没有？考过了，好，才可以看下一单元，没考过就不能看下一单元，那个叫限制存取。好，现在目前这一个现在都还没设，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去说明怎么样去设定这样的教学设计。OK，好，按储存。好，测验卷弄好了，可是里面题目是空的所以我们要去新增试题。新增试题。好，新增试题。第一个总分假设是100分总分是100分。然后呢，我们这个要新增题目咯一题一题打，新增一题。然后它就弹出那么多题型，那我们今天只示范选择题。那 Roger 呢事先准备好了那个题目打好了他就会依照那一个说明题目的说明跟答案那答案呢，如果你是单选题你是单选题，你就总共有4个选项，那你就每一个选项的答案你就把它打进去。
然后成绩那一栏只有正确的那一个答案的成绩那一栏，去把它变成100%。那这样就是单选题，就是说它的答案如果是答80到100这个答案，选这个答案的话，它就正确，就得到这一题的分数，按储存。好，那这样子至少有一题了，你要做第2题、第3题一样的方式，那你就可以预览，预览去答看，你就可以去答看，看答对答错，你就可以去试试看。这个是新增测验。好，讲的有点快有点快，所以如果各位老师跟助教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在即时即时问答、即时聊天那边留下。那等一下我们 Mona 会收集那些问题 ，OK， 然后呢，我们在最后再统问统答，再一起回答，老师在我上课展示的中间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我速度有点快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讲的单元有10几个。好，所以到目前为止还好吗？应龙听得到吗？有听得到 OK 嘛，这可样的以可以速度可以好，那我就要继可以可以，续喽。好，好，那 Roger，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好，这个是预览测验单一个题目的。好，下一张。好，那题目你就可以看到，去预览，那去试答看看。下一张。好，接下来要讲的叫教学设计。我们前面已经上传教材喽，也给学生参与活动喽，也评估过了哦。那到底合不合格？他可不可以继续往下看？所以你一定要有完成度追踪。所以完成度追踪的条件是：第一个，你这整个课程有启用。好，预设贵校在帮老师建好课程的时候就已经启用了。预设就是，除非你把它停掉所以预设就是有了。第二个呢，你要设定教材的完成条件。这里的教材指的可能是 PDF， 可能是作业，可能是测验。所以什么叫做完成？PDF 打开看过就算完成，作业有缴交就算完成，还是你的作业要得到分数，还是你的作业要及格才叫完成这些都可以新增完成条件。好，所以这些完成条件之后，每个教材活动都设完以后，那整个课程，什么叫做整个课程完成？你的所有的小考、期中考、期末考都做完，而且都及格，那叫课程完成。所以你可以挑你在这一个课程里面设的哪些教材的完成条件，哪些活动的完成条件，去指定这些都完成之后，你才可以算完成课程。那这一些都会有相对应的报表，你的活动完成度、你的课程完成度都会有相对应的报表。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做这样的教学设计 （Instructional Design）。OK， 好，下一章。所以首先进入课程进入你的课程你上面有一个 navigation bar， 就是课程设定的随选切换表单。为什么叫随选切换呢？那就要看你点了什么，这边上面就会跟着变。因为你点了课程，所以这里就会出现那一门课程的设定，跟那门课程有哪些人成员，跟这些课程后面会讲的成绩你要看他的成绩或是你要看他的学习进度报表这些所以第一步你一定要选对目标，进入你要看的那门课程。好，选了课程，点击设定，然后启用完成度追踪，预设是是的。
是的，好，按储存。就不要去动它了预设贵校都已经是4的，好，往下，下一张投影片。好，那刚才讲的教材我们上传的 PDF 作业测验的右手边都有点点点所以你要去设定它，设定它其中出现有一栏叫完成条件，那你就会去改它，说新增，我要新增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呢必须得到及格的分数才叫完成然后你就按储存。好，下一张。好，当你设完这个完成度课程的完成度的设定之后，你就可以去看报表就刚才的课程里面更多课程完成度然后你去设定说好，我有设要完成条件的，总共有那么多项，那哪几个完成才算整个课程的完整？去扣完了就按确定，这个是课程的完成度刚才那一个是教材活动的完成条件这个是整个课程的完成条件。好，下一张。好所以接下来你要看班上到底这些人的完成度活动完成度、课程完成度怎么样？所以你就去点击报表课程完成度然后就看到班上学生的列表跟你指定的那些要完成的活动到底他完成了没有？那他怎么判断他有没有完成？就依照你前面去新增的完成条件。好，那我们切换一下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好，我们就设一下刚才我们上传的3种都跟他去设一下设一下。第一个呢是 PDF 进入课程进入课程那我们去确认一下 Roger 确认一下点课程它的设定，它的完成度追踪是不是已经有做好设定。好，这里有一个完成度追踪4预设都是4了除非老师去改它了就是说你不希望去追踪了好，确认了，没问题。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课程里面的教材有没有设完成度条件，有没有新增条件。好，刚才上传的一个 PDF 点击修改设定，修改设定里面的完成条件完成条件，好，新增一个条件，好，要浏览，因为 PDF 只能看嘛，你也不能知道它有没有看多久，考试考几分，没办法，那是静态的，除非老师去把 PDF 或 PPT 转成 Scroll，OK，那你就可以追踪他看的时间跟他的成绩，或是用一些超级影片的外挂它也可以追踪你看的时间你可以指定看完才算完成那这个完成条件会依照你现在要指定的这一个的教材类型来决定你可以指定哪些条件目前你 PDF 只能看看了没有看过就算了好，那就按储存。好，回来你就看到PDF 变了，有一个下拉式选单就是学生如果去看了，他就会变完成；如果没有看，他就没有决定未完成。好，这是第一个。接下来看我们的这个小考好了，刚才测验是不是？好，测验好了，不，那个说错了，作业吗？刚才有作业吗？好，作业一样，点修改设定。好，那这边有一个完成条件，好，新增因为作业你看，除了看过，而且要交了以后要得到分数
啊，要有成绩啊，成绩是要不要及格？要及格好才算通过。OK，这个就比较多的条件可以设定，因为它是作业，它是跟学生有互动。OK，你可以追踪他完成的条件更多。OK，好，设完了也要按储存。好，我们已经设了2个教材需要完成条件，所以我们第3个测验复杂一点。测验除了完成条件之外，还要给他限制存取。他可不可以来考试？如果他没看过上面的 PDF 作业，没有缴交，也没及格，就不能来考试。好，这个叫限制存取。好，要怎么设呢？点点点，按修改设定。好，里面呢有一个叫限制存取。OK， 好，我要新增，好，告诉他活动完成，某个活动或是某个时间到了才能考，之类的。好，我们现在是规定教学设计是说前面的 PDF 要看完，所以你必须完成前面的 PDF 心得报告。这个是作业 Roger 先弄心得报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还要再加一个新增作业要缴交，而且要及格要必须完成所以这两个完成了，他才可以去考试。好，就这样子。好，回来储存看一下你的测验变了，多了一些条件限制，显示说，你如果没有看过 PDF 没有看到那个这个学生心得报告那个，也没有参加作业，也没及格，你就不能来考试。好，那考完试了，他可以看下一个单元，那怎么做？完成条件。好，所以你这个下面的单元你就可以设限制存取，但是呢，你这个平时小考你一定要设完成条件。因为接下来的单元是依照你小考有没有及格，你的 assessment 是不是已经达标，assessment 达标才能进入下一单元。这个叫因价式学习，OK，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instructional design 教学设计方法。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平时小考的完成条件怎么设，一样进入修改设定。好，点击完成条件。好，新增。要及格，要看过，而且要及格。才算完成。如果他完成，按储存。如果他完成这个测验，后面的单元才可以继续看。那你后面的单元就可以设限制存取。好，以上简单的教一下怎么样设定这样的完成条件跟限制存取，来达到基本的教学设计。这是很简易的一个教学设计。以后有机会，我们的 Paper Class， 我们博士通资讯每个月第3周的礼拜3下午3点，都有一个教学设计的 Paper Class 线上的免费的30分钟。我们可以分享更多的教学设计秘诀。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就看教学设计到这。好，现在要看报表，进入课程完成度更多，点击。好，那你的课程完成度你要设定哪些条件完成才可以我要设点点点。我要完成这些你才算整门课程的完成。整门课程这个是课程完成度追踪必须要事先设定的。什么叫完成课程？就这些活动你都完成了就算完成。好，接下来设好了，我们要看报表，到底有哪些同学已经完成了，还是哪些同学还没完成？那你就看报表课程完成度。好，它就会秀出来。
好，学生一完成了一个项目，其他都没有学生二都还没开始。好，这个是简单的教学设计，去设定完成条件、限制存取以及观看、追踪、记录学生的学习进度。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我们的 PPT。好，刚才已经讲过限制存取，我们很快速的把它带过去。下一章，首先就是点点点，因为我前面已经设好了完成条件，所以我接下来的单元就可以决定说他完成了哪些活动了没有，完成了我才能允许他来存取我现在这一个教材所以一点击右上角修改设定，二找到限制存取，点击新增限制，三选择限制的条件哪些完成才可以？可以依时间、依日期、依活动完成追踪、依群组。它是 A 组的才可能看，B 组的才能来看。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分组。分组之后你就可以限制只有 A 组的人才能看，B 组只能看这个好，接下来限制存取就是说你哪个学生你一定要完成哪些活动？那这些活动呢，你在前面已经设好完成条件了。好，设完之后，你回到你的这个，就会看到它要标记，有一些标记会显示说你完成了没有，还是没完成？它可以去手动去改，还是不可以去手动去改？所以你看到返回课程之后，第7章你就会看到那一个被限制存取的单元教材就出现了一个钥匙被锁住了你现在不能看，除非哪个活动已经标记完成已经标示完整，它才可以进来这里这个是简单的限制存取。好，下一章。好，接下来我刚才有提示说分组因为有助教跟老师事先有提问，怎么样分组分组以后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同学的这个作业的讨论跟批改好，所以分组的目的是方便老师进行分组的教学，OK，然后达到同才学习那你可以做 peer review 分组的互相评分，你可以做到 peer 自己彼此之间互相讨论那你也可以做一些很多不同的教学设计所以这是简单的分组，尤其是在医学相关的我们帮这个很多医学院，中国医药大学慈济都有做这些分组。好，下一章。所以手动分组先点击成员然后点击这个左边有一个下拉选单选单，下拉选单呢就选择分组很多人会找不到了很多人会找不到这个下拉选单，因为它被藏起来了所以我刚才有提醒到说这个 context switch menu， 所以 Moodle 呢很多都是 context switch， 就是你点了什么情境，你进入了什么情境你现在是进入了课程情境里面的用户成员所以在这个情境底下，你就可以出现这个下拉选单去选择分组 OK， 选择分组之后呢，你就要建立群组好，建立群组你就要分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你可以手动也可以自动那我们今天示范的是手动自动的你就说我总共要分几组，还是说我每一组要多少人
好，那叫自动分组。好，那我们现在示范先手动分组。好，你就打手动，然后群组还有哪些人把它拉进来。好，这个群组按储存，下一张。好，就从右手边，我看拉哪些人拉到左手边。拉完就新增完了。就一组一组来。所以你现在是打的是 A 组，那等一下你就要打 B 组、C 组、D 组，那一样的步骤，一个一个这样拉进来，这个叫手动分组。好，下一张。好，另外一种叫自动分组。好，自动分组，那也就是说，点击一样课程成员，然后下拉选单里面的分组，然后点击自动建立分组。好，下一张。然后他就问你，你是要这个一群组数还是一成员数？就是说你要几组，还是你要每一组有多少人的方式来分组。所以它有2种依据，群组数跟每一个群组的成员。选完以后你就按数量。然后就点击这个随机，它会随机去挑。还是你要依照什么姓名学号排序，学号前面的几个人在一组。设完这些条件就按送出。它就自动帮你分组好了。那你就看到，哎，小组 A 有多少人，小组 B 有多少人。目前看起来是小组 A 有2个人，小组 B 有1个人。那挂弧里面那个就是人数。好，那因为这只是简单示范。好，那我们就请 Roger 实际操作一下。最重要的是 context switch， 就是你找得到那个情境，你就会找到那个功能。因为事先应用有提这一次教育训练，有人问想要知道的，他找不到怎么样新增作业，怎么样批改作业，怎么样去分组，他找不到。所以关键就是你要进入课程，点击对的东西。成员，点击成员之后，左上角有一个下拉选单，都被藏在这里，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按点分组。OK， 然后我们先手动一下，手动分组。那 Roger 做了一些小功课。他可能已经打好了一些字。好，储存。好。所以你的用户成员这门课还没有人是吧？好。有2个人而已啊。好吧，那就加吧。好，从右边新增到左边。他这一组就有成员了。那一样画葫芦。这你就新手动升组第2组、第3组。这个是手动的方式。好，接下来自动，点击自动。自动呢，它就要问你你的这个群组数，你要依照什么来分群组数，还是每一个成员多少人？那因为Roger 你的人太少了，你只能分2组。OK， 那就自动随机。那按确定，它就会自动帮你产生小组。就各分配1个人，因为你才2个人。所以它就随机。它会自动自动去抓。好，那分组完了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你可能是要进行这个分组讨论啦、分组作业啦之类的。或分组去做存取哪些东西教材。你要做实验组、对照组教学设计。实验组看的是你最新这个研发出来的教学的设计的这个教材。另外一个是传统对照组，他传统看传统的影片，看传统的什么东西事后你给这2个人做测验，或是做问卷，做什么然后做比较分析交叉分析之类的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教学设计了好，下一张。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助教，因为很多老师在问哦，因为刚才做的那些事有点繁杂，增加这个老师这个备课的一些负担那这些每个学期要做的可以请助教。那助教老师要怎么样找助教？那助教有2种，第一个呢是挑课程里面班上比较领先群去带落后群，所以你可能每一组挑一个当助教，或是你就班上只挑一个助教这个是从现在的班上的成员。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他不是这班的成员，他可能是这个你的另外的学生别班的，或是研究所或是博班的学生，你来指定或是你国科会这个科技部计划的这个成员的研究员来当你的助教这样也可以所以大概助教有分这2种。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下一章。第一个一样，进入点击成员点击成员以后要这个，因为你第一种是他不在课程里面所以你要先把他加进来那一个人加进来所以你按加入用户那一个人一定要在 Moodle 有账号可能如果他是国科会什么科技部那个另外聘的，那你就要跟电商中心先申请他的账号如果他是学生学校的学生，他本来就有账号他是只是别的研究所或别的这个班级那你就可以打他的这个账号打了以后先把他加入这门课的成员。好，下一章。好，加入以后呢，这个你要跟他讲说，好，这个人要担任什么角色，他加入这个成员要担任什么角色 ，OK？ 所以是其中有一个叫助教你要点击助教注意选了用户，刚才第一步是先选用户他的账号是什么？第二步呢，他要担任什么角色 ？OK， 然后按加入用户。好，接下来你就看到新增了这个人当了助教OK， 好，下一张。如果他本来就在课程里面，他本来就课程里面学生，就不用再加入成员，你就直接去看你的成员清单里面下面那个列表，那一个人出现角色那一栏出现学生，你就铅笔点下去然后选改成助教然后就按储存 OK， 那他就从学生转成助教。很重要的是那个储存一定要按下去等一下按下去，不然他一跳回来他为什么不能改？还是学生因为你没储存很多老师会问这样的问题选择目标执行动作，所以当你选择对了目标，你就可以去执行对的动作这叫 context switch 随选功能选单。因为你现在选了改变学生的角色，你已经变了角色，所以它会出现一个储存的按钮在那里，所以你要去点它，点了以后它就可以新增 OK。 好，那我们实际来示范一下。好，Mona 到目前为止有老师发问吗？ Mona 在吗？ Mona 目前没有。目前没有。好，那其他老师如果有讲的太快或是有什么的问题，可以直接打，那 Mona 会提醒我。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怎么样新增助教。点击成员加入用户成员。好，那你就要打他那个，因为他不在班上，所以下面列表看不到他你要加哪一个人进来当你这一门课的助教，那你就要知道，至少要知道他的 email
好，就是他的账号嘛。好，接下来找到他了，你要担任什么角色给他助教？好，然后加入，好，下面列表就多了他了，就多了他的这个助教了。好，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可能要改变，你要挑班上某一个学生，哎，他是领先群，哦，你要让他当助教，好，然后分配角色，助教，好，记得按储存那个钮，哦，你没按，它就不会变，它还是会回到学生。好，以上这个是2个很简单的去新增助教的方式。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重要，老师最关心的叫成绩管理。好，那成绩管理很简单，就是这个你前面的活动一定要有设成绩，可以批改成绩的。好，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学生到底有没有去参与那些活动。好，那些活动你有没有去批改成绩？有。好，接下来他就会依照你在成绩簿设定的评分计算方式，或是评分计算公式，去算出你这一门课这些学生得的分数，或是你可以去把线下的评分汇入到这个成绩簿，当做公式计算公式里面也可以参考的栏位啊，所以成绩簿的设定很重要，会决定你这一门课最后总分是怎么算出来的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解，好，首先我们进入下一张投影片，你要先确定学生交成绩了没有哦，所以你要进入课程里面的成绩，成绩之后点选评分者报告，就是我刚才讲的被藏在下拉选单里面的评分者报告。出来以后，你就看到班上所有学生，你指定他要参与有成绩的活动哦，所以这些活动呢就会出现成绩栏，你可以直接去变动它啊，去改它啊，最后它才去计算，依照你这里改的啊，去计算你最后的总成绩。好，这个是先预览，先确定老师、学生、老师去改了，或者是助教去改了那个学生的相对的活动成绩了没？改了，好了，你才会依照成绩簿的计算公式去计算成绩。好，下一张。好，成绩簿怎么设呢？一样，进入课程之后点击成绩，然后下拉视选单有一个成绩簿设定。好，成绩簿设定出来以后，它就会出现你所有能够改的这些成绩。接下来你就是要给它权重这个分数，例如说期中考占30%，期末考占30%，平常成绩占40%。那平常成绩又包含了小考、作业、讨论 whatever 那这个里面的权重就由老师自己来决定。好，所以这些权重怎么决定的呢？可以教育部当然是有一个基本的规范但是这是老师自主嘛，所以老师可以自己决定。所以等一下我们示范一下怎么样去新增这样的成绩簿设定。好，下一张。好，那我们切换到我们的 Moodle 的操有可作界面。好，能示范，有可能要先就是跳过了，因为时间已经要差不已经要多了。到了哈，不好意思，对对，因为还要留一点给燕如。给燕如10分钟哈。好的，好，那我们快速跳过哈，成绩我们就跳过了哈。Tiny MCE
好，这个有很多老师在问数学公式跟多媒体。好，下一张。好，首先呢，当然就是进入这个编辑模式嘛，哈，新增活动。那活动里面有要打字的哦，或是要设定格式的，它就会有哦 TinyMCE，因为这学期贵校已经从以前的这个编辑器改了，改成这个新的，这是 Moodle 啊，因为那个是开源的那个东西哦，之前的会有安全疑虑啊，这次把它改了。好，点击标签，标签就要打字嘛，啊，打字，啊，你就会选择这个里面名称啊，那其中你的那些公式编辑器在哪里？在点点点那边哦，所以又被藏起来了。所以很多老师是因为找不到啊，点击之后你就开启公式啊，点击公式，好，就出现了这些数学公式。哦，那老师就可以直接在那边打了以后点它，哦，点了以后就可以预览，你就可以在你的活动里面预览储存。好，下一张。好，这个就刚才讲的，打完以后你就储存。下一张就看到你的单元里面有了。好，另外一种就是多媒体，你可能要插入这个影片，一样插入多媒体，多媒体里面就有一个叫影片。那这个影片呢，可以是在 YouTube 放在 YouTube，或者放在本机上传。好，那这里呢可以上传字幕，因为贵校有很多外籍学生嘛，好，所以就可以上传各种语言的字幕。好，好，按插入。好，这样子它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啊，然后它的播放器右下角就会有 CC，如果你有上传字幕的话，你要启动它，它就会有 CC，你就可以观看字幕。好，切换字幕，观看字幕。好，这个我们帮这个中原大学、昆山科技大学，都有建制成功。好，下一张。好，初阶习就是点名，线上点名，它会自动点名，也可以手动点名，签到，这是一个外挂。好，下一张。好，所以一样，进入编辑模式，新增活动，活动里面有一个初阶习，就是先点名的。好，下一张。那你一定要先新增，那你的课程嘛，线上课程，初学习。好，下一张。好，进入一样，跟测验卷一样，里面是空的，你的要点名的那些时段是空的，所以你要先增加一个时段，是几月几号几点到几点？好，它是固定每一周要吗？还是只有这一次？好，设完了以后按新增，它就有这个时段。好，那你可以去编辑，什么叫做出席，什么叫做准时，什么叫迟到，什么叫缺席，你可以去编辑它。好，下一张。好，最后就是老师很关心的，每一学期新学期开始了，我怎么样把上学期或是去年的东西汇进来？好，那这个是我们建议的。Moodle 新的学期开始，就是可能这个已经选课完了，确定了，教育部处已经有名单了，那电源中心会自动去帮你建好。这个，那老师呢？老师一星期登录就会看到，哎，他有开那个课，然后他就要去确认，他要汇入的教材或是活动有哪一些，这些是不是要改，还是全部照旧汇进来？如果确定了，你就汇入，那就完成了。下一张。好，所以第一个进入课程，你这学期新的那个课程，新的课程按点击更多，使用旧课程，重复使用课程，然后点击汇入。好，下一张。好，他就叫你挑了嘛，你要哪一学期的哪一门课？挑了以后，他就问你，这门课里面有这么多教材跟活动，你要哪一个？好，按下一张。
好，你确定就这些吗？你要挑的是这个吗？是。好，确认，确认之后就按下一步。好，那他就执行汇入。好，他就跟你确认一下哪些你不要，哪些你要，签执行汇入。下一张。好，这样你就完成了。你就可以看到这学期跟去年或是上学期你汇入的那个课程长得一样了。你就不用再一个一个再去上传。好，下一张。好，以上很简单的介绍，因为后面还有燕如要介绍贵校新开发的 AI。那我时间有问题吗？那个 Mona 有老师提问吗？或是助教提问吗？其实输入也是算可以提问的地方嘛。有问说成绩百分比如何让学生知道？那只能公告。那个学生看不到。那个教育部规定了就是你一开学就要告诉学生，这门课我是怎么样给大家学生评分的，不然会有人抗议说，老师黑箱作业或是什么。所以理论上我们都是一开学就会公布这学期有的成绩是要怎么是要怎么评分这占比例是多少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公告在一开始课程有一个公告去。还有其他问题吗？还有问说新增成员身份，就是要帮他新增助教的时候，储存的按钮会不太明显，能不能改成跳出视窗的方式，或者是任何就是让它比较明显的理解让那个按钮更明显。对，确实啦，很多人这个提问这个界面 UI 啦应龙在我们上课前也有送一个参考的连结那其他学校很多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有给电算中心去挑结果贵校电算中心的决定还是要用 adaptable， 就是以前用过的啦，以前用的这样子老师的体验没有突然改变。他会比较安心啦。当然有取舍啦所以这个界面就看贵校怎么决定，你们要挑哪一个，几千种的啦，木头有几种，只是哪一个最适合你们。我们当初有推荐3种啦，那贵校最后决定的还是之前你们用的这一种没有办法，他那个主题背景确定以后，它的配置 layout 呈现方式就决定了。那如果要跟动，我们是不建议啦。那会去动到核心，那也就是说明年后年，今年的10月 Moodle 又要升级了，那核心一变，你又要重来，你那个外挂程式又要重改，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我们不建议去动核心，当然要动，我们是没问题，技术绝对没问题，只是贵校要做好决定，这个是以上的回答。好，还有吗？莫娜有听到吗？喂，好，手动跟自动分组的下拉选单能不能改成独立按钮，或是另外标示？因为目前用按钮的话，觉得不太直觉。对，我知道这个都是 UI，这个我们没办法，目前没有办法马上立即改变啦。所以为什么要办教育训练？就是要让inertia 啦，就是说这是一种惯性啦，就是你习惯了就好了。当然初次见面会觉得不直观、不直觉，那我们会改进啦我们会持续的跟总部反映，因为这个是全球 open source，但是很多人的声音他听到了，他就会改所以我们会建议，感谢您的建议，但是目前不太可能去跟动 UI 的设定，因为动力法圈全身。好，有没有其他问题？目前没有其他问题了。好那我们时间不好意思，燕如交给你了，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燕龙，时间交还你了。好，好，那个现在是接下来是我这边来讲些那个 AI 部分。那 AI 这边电话中心有导入那个 AI 部分，那我们会分成这4部分来讲。那就是我
我们 AI 部分我会分成2部分，一个是那个 AI 小帮手，另外就是 AI 生成教材这2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会针对那个老师一些运用 AI 生成教材的原则，我们会特别去讲一下。再来就是那个一些生成教材的介绍跟 demo。好，首先就是说在那个 AI 部分，就是 AI 小帮手跟 AI 生成教材的部分是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个 AI 模型。那 AI 小帮手它 focus 的部分是在帮使用者。是它使用对象是一般的使用者，包括老师、学生都可以使用。那它主要呢，就是说可以在 Moodle 上有些操作的问题上，可以那个制作引导或者解答。那么 Moodle AI 生成教材部分呢，就是可以协助老师把一些教材部分作为精炼或者产生一些课程的一个内容。所以这2个应用场景那个场合会完全不同。所以这可能是要去注意一下的部分。那接下来是我们介绍那个 AI 小帮手的部分。那刚刚有提过，就是它使用的对象是我们一般的使用者，包括我们老师、学生都可以使用。那就是它的主要核心的目的是说是要协助我们使用者，包括学生、老师，那是可以去了解 Moodle 操作界面跟系统的使用方式。那我们是要注意说，那个我们这个 AI 小帮手呢，那不是说让同学去撰写作业啊，或等等这些功能，但只是我们它是算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所以说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不是说把这个拿来做什么写作业或者聊天的工具。好，再来就是在 AI 生成教材的部分，那我们这个 AI 教材的话是。背景是用那个微软的 Agent AI 是在做背景执行。那这个的话是我们会确保是提高确保一些效能跟那个防护。那我们这些呢，我们有些针对一些那个智慧财产呢，我们有些承诺。第一个就是对于安全保障，在这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不会针对一些那个资料不会拿来做一些训练。和保护使用者的隐私权。在版权的部分呢，就是那个我们生成出来的版权是归学校所有。那就是唯一我们要去注意是说，不要去上传一些像盗版的东西给 AI 去做分析，这个是可能比较是注意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在背景在设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开放，就是给每位使用者在1个小时有50个那个request去使用。如果是有超过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可能要等下1个小时才能使用。那我们在这个114这个学期的话是目前是属于一个时间的性质。那我们电话中心呢会依照实际的状况会做整个弹性的调整跟优化。这个是可能要先让我们一般的使用者先知道这个目前的状况。那就是那 AI 我是 AI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助手。那真正的些专业东西是要老师才是专业东西。那只是透过 AI 帮助老师，去制作教材。好，这个是在老师在制作教材的时候，我们要几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说产生出来之后呢，那我们还要先去注意一下什么内容是不是有错误，那我们需要做一个校对。然后再来就是第2个是说我们要尊重一些那个就是智慧财产权的那个原创性，我们也要去了解，也要去注意。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产生出来的东西，那记得就是说最好是一定要去标注说这是 AI 生成的。那可能因为有时候可能 AI 生成东西跟真实的东西会很像，那没有标注的话，可能有时候会误会使用，会误会。所以说我们要去标注说这些东西是 AI 生成的。那我们也是对自己负责。那另外一个就是要3个要注意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把一些个资的东西，像什么姓名啊、成绩啊等等的东西，就是丢在 AI 里面去做处理。第2个就是在一些比较有敏感性的东西，不要就是
是没有公开的，像论文啊之类的东西呢，不要去丢到 AI 里面去做训练。第三个就是有些比较敏感的东西，像什么个人的健康啊、财务状况啊、说等等的东西，也不要丢到那个 AI 里面，让 AI 去产生一些资讯出来。好，那个目前呢，就是我们 AI 的它，开放出来有2个，一个是第一个是摘要部分，那摘要部分目前是在页面模组跟作业模组里面会有出现这2个，就有出现的功能。那在页面模组里面是要老师先产生那个内容之后呢，再把那个内容做精炼。那主要是给老师做参考用的。那作业模组里面的 AI 评阅的话，它只是就是说它跟原本的那个 AI 那个是评阅内容，它只是做一个文字的描述。那一个原本的它是做表格描述跟一个文字描述，让的老师了解一下目前的作业状况，因为小教的状况。再就是在那个生成教材的部分呢，就是产生图片的话，就是我们在下一些提示词之后呢，会产生一个图片。像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下指令说是一个吉利普风那个太阳系的一个图片，那产生出来会一个图片会在这边会出现。好，那接下来我是先 demo 一下，就是它的东西内容。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页面这个摘要部分呢，就是我们在产生出来之后，这边会出现一个摘要的按钮。那这边点下去之后呢，它这边就会产生一个摘要，就是大概在针对内容，它会一个摘要出来，就是页面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在课程的部分呢，不是在作业部分呢，它也是一样，它会出现一个摘要的按钮。那这个是点下去之后呢，它也是会产生一个摘要，它跟这个评阅摘要的内容会，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评阅摘要这边是一个表格，那这边是一个文字内容一个呈现，那只是它这2个是差一点是在这边而已，那就是看老师的需求，看要不要去使用这个功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在那个，这个看一下编辑器要怎么去操作。那在编辑器的部分的话，我先点选，我先好。那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在这边点选，它这边有2个，一个是生成文字，一个是生成图片。那生成文字的部分呢，那我们这边我先下个提示词是提示词给它，在这边下个提示词，然后产生文字。那这边就会产生一个出来一个，就是 AI 产生一段文字。那我们可以的话，就直接插入到那个编辑器里面，然后直接那个储存出来，就是一个内容了。好，那我这边再新增另外一个是产生图片的，好。好，这边呢也是一样，这边产生一个图片，那我这边会提示词是产生一个太阳系的成员。好，这边也是要让它产生一个图片。好，这边产生那个图片之后，就是直接点下一步之后，那这边会有预设文字，那这边后面会加个注解，说是用 AI 产生的，那就是说让用户知道说这图片是透过 AI 产生一个图片。那如果说我们要调整大小的话，就是我们点选这边去可以调整说，
我们要改成多大？那我先用原始大小，然后储存之后到这边来，这边，然后这边到储存之后就有显示这图片。那这边就是它这标注说这是一个 AI 产生的图片。那我们进到课程之后呢，就会我这边像这个就是刚刚产生的文字，那这部分就是，等一下。这个就是那个 AI 产生的图片那另外一个就是 AI 小帮手部分，AI 小帮手的部分点进来之后呢，那这边有预设一些题目，我们可以点进去。那除了这几个的话，我们可以再针对小帮手，我们可以下一个提示词，像我们可以说要怎么去开课，开课到这边贴上去之后呢，我们点这个箭头这边，让那个小帮手他要去跑，那这边会有列出几个我们 FAQ 的问题，那我们在其中点其中一个，那我们就可以讲说，那这边是开课申请，那我们申请流程是怎样，都可以让大各位去参考。那这边的话就是我的报告内容，那就是谢谢大家。好，那谢谢大家。那我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网址，大家稍等一下。中间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再继续提问。好，就是刚刚有讲的部分 AI 的助手，然后还有就是 Moodle 的常见的 Q&A， 电算中心它都有整合一个页面跟就是网址在这边。那大家的话就是可以就是扫描 QR code， 或者说直接到电算中心那边也可以找得到就是进入的地方。那 Moodle 的话，刚刚燕如那边有演示说它会在哪边。对，然后呢，就是也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感谢邱博士这边协助。